我们是上大学的时候认识的，他比我大，又很照顾我，但是我那个时候已经有男朋友了。第一次见她就觉得感觉挺好的，也是我喜欢的女孩的类型，所以我决定追求她。他追了我很久，怎么样都不放弃，最后我还是被他感动了。可是在一起之后他就变了。我没有变，只是现在工作了，毕竟和以前的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忙，所以她总是不理解我，跟我吵。真的，我不理解他，是他真的对我是完全不在意，很冷淡我，而且还跟很多女生暧昧不清，我真的不知道他现在是什么意思。小编看的我也比较糊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请出他们吧，来，掌声有请。男嘉宾阿杰，24岁，来自湖南，是一名销售；女嘉宾小席，22岁，来自湖南，是一名文员。来，有请两位。欢迎两位啊！愿意把箱子里的秘密公开吗？愿意。恋爱谈了多久啊？半年还不到。啊，半年还不到啊？认识多久啊？1年多。小片里面说是你一直苦苦追求她是吧？是的。当时认识的时候各自都有男女朋友吗？对。有女朋友的时候就追她是吧？还是跟女朋友分手了？分手之后是先见到了她，突然心动，对，然后跟女朋友分手是吗？是的。你有男朋友，他追了你半年，还是说你也看上了他，所以你不是，就是我们不认识，他认识我的时候嘛，然后那个时候我是大学，然后那个时候他刚开始认识我追我的时候，我就已经跟他讲了，我说我已经有个男朋友了，而且那个时候我男朋友因为我父母都特别喜欢他。我男朋友我们高中就因为是同学嘛，然后也是因为他妈妈和我妈妈是同事，从小就是青梅竹马，然后所有人都特别看好的那一种，然后我就跟他讲了，然后他一直都很追我。那个时候我父母也特别反对，我不是大学嘛，因为他那个时候比我早毕业，然后他那个时候就已经工作了，然后我有时候不是说发朋友圈突然想吃什么想要什么嘛，然后他就变着法来哄我，就是想要什么想吃什么他就马上给我送过来。然后那个时候他毕业了，他也不知道哪有我的课表，然后我一下课他经常就在我们课门口等我，然后就给我送花送吃的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因为我那个时候男朋友也会经常过来看我，就是那个时候他又追求特别就是特别所有人都能知道的那一种，所以别人对我的看法就特别不好，就觉得我这人做人有问题的那一种。那你男朋友知道他追你吗？我男朋友知道，而且我男朋友就跟我说，只要你肯跟他断，我就之前呢我都可以不介意。那你喜欢他吗？就开始并不喜欢他，特别果断的拒绝他，我就跟他讲了，然后他那个时候就是我不管怎么拒绝他，他就说他特别喜欢我，就是他只要在我身边就好，他无所谓，怎么的，就说的特别好听。那你什么时候跟男友分的手呢？跟前男友？就是他追了我半年多，大半年就跟男朋友分手了，因为我男朋友那种不是特别懂浪漫的人，然后他就刚好是个相反的，然后就觉得是我想要的那种，就是浪漫小惊喜特别多的那种人。你跟你前男友分手顺利吗？不是很顺利。我前男友特别招我爸妈喜欢，那时候经常到我们家来吃饭，然后跟我的所有朋友都处得特别来。就跟他分手之后，我跟我们爸妈也闹了很大的意见，我妈妈跟他妈妈也是闹得挺僵的。那你的那些朋友对你什么看法和态度呢？我高中朋友都不跟我来往了，别人就觉得我是个忘恩负义。也就是说你为了他就基本为这么一个男人就众叛亲离了是吧？是的。那现在为什么要分手呢？冒着那么大的风险跟他在一起了，得罪那么多人。就是他原来我每天早上一起来就是他的信息他的电话，然后晚上睡觉之前也是他的信息他的电话，就从不间断。可是我们在一起之后没有多久，一点点时间开始他电话就少了，然后变成我打电话给他，他还不接我电话，不回我信息。我现在工作了，你知道吗？可是你原来也是工作啊，你都跑我们学校来找我，过来陪我，给我各种惊喜。可是你现在呢？以前工作不是没这么忙吗？工作稳定了之后，工作量就大了，所以带来的事儿也多了。你为什么有时间跟别的女生发自拍到朋友圈里面？你知道吗？我朋友都以为我们俩分手了，你跟那个女孩在处对象，你考虑过我吗？那个女同事其实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且我们那个也没什么，确实。同事关系？那我问你啊，你那次跟我说你去开会，你跟老板也在一起，那天晚上为什么我们朋友说看到你跟他在酒吧里面躲在角落里面接吻？我们听听答案哈。就喝了酒之后，其实我自己都不清楚。你问问在场的人，谁喝酒之后就跟别的女生抱在角落里去
你有女朋友，你考虑过我吗？有时候应酬也是很正常的，你知道吗？可是你应有些东酬你也不用西没办坐在法。角落里面跟别人接吻，他是你同事，你应酬什么呀？那喝谁能控制啊？谁能控制？你不觉得你这样很搞笑吗？所以女生今天来的目的是，我想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而且你跟那个女的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没什么，就像我说的一样，和我以前跟你解释的一样，真的就是普通的同事关系。我问一下可以吗？你今天为什么来？我想解决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我觉得有些东西要把话说明白了。哦，那你就说吧。就是说，我觉得，他所说的那些东西，有些东西是没有的。然后呢？仅此而已。我只想说我，那你们俩的这个仅仅情感，表示这个情感是继续往前走呢，还是就此就往前走？怎么往前走？好好的往前走啊，好好，这个好好的是怎么个好法呢？我觉得两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可能随着一些社会地位的变化，或者是随着一些自己所处的职业啊、行当的变化，可能两个人都会发生或大或小的一些改变，不管是从性格上还是为人处事上边。其实我觉得两个人既然选择在一起，就应该相互的去理解和接受。或者是适应。可是我够理解你啊！那回我们俩吵架，其实是他不对，他自己也知道是他不对。可是我觉得他工作就比较忙嘛，他也总是跟我说他忙啊。我跑到他们公司楼底下给他道歉，他还是不高兴，还是板着脸。然后他同事问我怎么了，我真的特别不好意思。而且他那个时候不是刚进入工作嘛，想换一个手机体面一点的。然后我就工作完之后我就去兼职，跑去发传单。那时候真的特别冷，我自己从来没有受过这样子的罪，但是我觉得只要给他，我就觉得特别开心，就特别满足的那一种。对他的感情没变吧？哈，没有。你确实还爱他是吧？对。但是确实你现在需要跟女同事去应酬是吧？也不是说不能用确实那个词语吧，可能用哪个词比较准确？就是需要，也需要在角落里接吻跟女同事。那是偶然事件是吧？那接着还想问问，就是现在真是时间不得已呢，还是说已经追到手了就可以放在那儿了？我觉得还是一个工作和时间上的冲突。你确实很爱她对吧？对。你还想跟她好是吧？这姑娘什么吸引你？任何方面。但是你现在却对她若即若离，为什么呀？其实我也说不清楚。还想跟她好？就是原来也没有这样子，就前男友对我也是特别好的嘛，然后也没有碰到过这样子的事情。你后悔跟前男友分手吗？说实话。不后悔。还是他好哈？就是自己喜欢。人生就是这样，喜欢那没办法。家里面现在还非常有意见对吧？还是不同意啊。今天妈妈据说也陪你来了是吧？对。来，我们有请妈妈，来。这是女儿的男朋友，这个喜欢吗？我不喜欢。她的前男朋友你喜欢吗？她前男朋友我喜欢。不喜欢他是为什么呢？我觉得那个男孩他们这些是一起长大的啊，我们本来就喜欢那个男孩，我们都认为他们一代比较好。但是我女儿他们本来也交往了好久，但是后来他就觉得他们一见钟情吧。我女儿她嫌弃他，我也没办法，但是我一直不等你嘞。想娶这姑娘吗？想。未来的那个都来了，你不说两句吗？说呀，不是想娶吗？你那么爱他，他母亲又来了，有什么说不出口的呢？阿姨该叫吧？阿姨都叫不出口，还想娶人家闺女啊？谢谢您啊，我们知道您的态度了。那个你同事的那个儿子现在没有女朋友吧？没有。让他赶紧找一个啊！你还指望着你女儿跟他复合呢？有想法。哎呦，你们这些当妈的想法可真多啊！谢谢您，请回。哈哈，有些事儿啊，别听他怎么说，看他怎么做。这要真想娶的话，那求之不得的一个机会啊！所以我觉得直面自己很重要。我没什么要问的了，老师们，你们会怎么帮助他们呢？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我先问女生，你现在有没有觉得愧疚你的前男友？有。
那你和他在一起，就是因为他对你的感觉很好，对吗？对。你喜欢浪漫。那我可不可以问，其实在你内心当中，你现在的不舍和你现在所谓的爱，是爱他追求你的那段时间和刚刚好的那段时间的他，而不是现在的他？不是，因为他是我们俩在一块之后，虽然说是没多久，但那段时间就在一起之后的那一小段时间，他其实也还蛮平淡的。可是我就是觉得很好，两个人在一起，只要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很好。现在好吗？所以说你的好还是期盼着原来的那个好，现在没有了，所以你还希望他能回过来。所以你是一个非常喜欢找感觉的人，因为跟前男友感情是很好的，只是有了更好的感觉，让你发现那个更适合你。下面这句话可能说给你听的，也给说给很多女孩听的。谈恋爱的时候好，那只是代表对方好的能力，非常对女孩好的那个男人，说不上已经练了多少遍，到你这里已经炉火纯青了。所以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好，未必适合在一起。感觉来得快，也有可能凉得快。所以我现在把话题呢问一下我们的帅哥，请问你在追他的1年当中和刚刚得到的时候，还是现在这2个状态，你觉得哪个状态最幸福、最有激情？追他的时候。对，男人在追女孩的时候是最有激情的，多忙这是最重要的事情。所以我特别讨厌说我忙。什么叫忙？生活当中经常有这样的例子，于老师对不起，这事我给忘了，我最近特别忙。我说你这2天忙什么了？ A、B、C、D。 我说那我这个怎么没在你 A、B、C、D 里面呢？说白了，这个事儿没那么重要。今天的忙只是有太多的事情要做，有太多的选择要做，只是在那个时刻你认为它并不重要，但是你在追求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你们2个人呢，都是一个特别喜欢追求感觉的人，那么就意味着热得快，凉的也特别快。男孩爱与不爱都是你的权利，追与不追也是你的权利。但就害怕是你已经不爱了，你已经不喜欢了，但是还模棱两可，用所谓的借口和忙来拖延他，其实也害了你。记住，你们2个都一样，你欠某人的，终究会另外一个人给拿走。所以到这个时候，我希望能够表达出你真正的想法。我也先说说女孩子，你立场很不坚定。你跟你的前男友相处了这么多年，并且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和朋友，就经不得他对你那种小小的浪漫，宁可放弃你家里的反对，你的周围朋友对你的反对，你毅然决然跟他好。你想想，你这是对家里多大伤害？你更主要的，你对你的前男友有多大伤害？他现在还没有搞对象，他是不是在等着你？这都很难讲。再说一句，你可能接受不了，这叫报应，因为你伤的人太多了。生活当中哪儿那么多浪漫呢？那是日子嘛，过的是日子，过的是生活，过的是2个人的感情。再说你，说一句不好听的话，你对他的行为你很卑鄙。你为什么前一个阶段你怎么？我咳嗽了，给老让人气着了，气了。你为什么前一个阶段就这么追他？你放弃了一次，你放弃了一切，你追他，追完到手了，你对他又是什么态度？你这不是玩弄他的感情吗？我告诉你，小伙子，人在做，天在看，好好考虑考虑吧。小伙子，我问你个事儿，你跟你前女朋友怎么在一起的呀？他之前那个吗？哦，对对对，他之前那个记不清。记不清了啊？他之前有几个呀？有好几个吧。你在追他的时候，你跟你的就他的上一任的前女友，你们还在一起吗？没有。啊，怎么分的呢？只是因为双方都觉得不合适。然后你跟他分了之后，马上就追他了。一小段时间。那小段时间在干嘛？筹备。筹备追他。对。用心了吧？用了。你基本上是一个见异思迁、移情别恋的惯犯。你即使有一段空白，那也是在筹备下一段。你的确用心了，但所有花心的人都会用心。某一阶段未达到目的，
花尽了心思。我猜你前几任女朋友，包括她，你不会真爱，或者说你在某一段时间你觉得是真爱，在这段时间里，你可以用尽所有的心思去得到她，马上你就会转移目标，准备下一个零。我感觉你所有的谈恋爱都是一场游戏，你在游戏别人的感情，同时也在荒废自己的个人的声誉。你可以不爱一个女人跟她在一起，也可以在爱着一个女人的时候跟别的女人在一起。说你什么好呢？但是关键说的所有对你说的话，其实都是给她听的。这个傻姑娘，你放弃了别的女孩梦寐以求的那个未来的丈夫，多好。虽然没有说太多她的好，但是我们都能感觉到。而我们之所以这么强烈的感觉到，就是因为你现男友的这种行为对比下，我们强烈的感觉到那个男人的好，同时我们为那个男人感到庆幸。终于在他没有跟你结婚的时候遇到这个花心的人。所有的爱情都是始于浪漫，但是要终于平淡。浪漫只是昙花一现。你傻就傻在于你都看到了，你居然还能忍受，居然现在刚才有老师问你说你后悔不后悔上一段恋情，你说不后悔，爱不爱这个男人你还爱，你傻就傻在这层，执迷不悟啊。所以我希望你做出明智的选择，从今天开始长记性，好不好？就这样。有一种人叫爱情征服者，他们每一次都勇往直前，征服一座座高峰。还有一种人叫爱的俘虏，每次都拜倒在鲜花下，但每一次都被抛弃。这两种人碰到一块儿，大概就是今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因为在爱情征服者的眼中，最值钱的是得不到和已失去，最不值钱的是已得到和被征服。所以像这两种人就唱出了那英的那首歌《征服》，就这样被你征服，切断我所有的退路。我的心本是坚固，我的决定是糊涂，就这样喝下你藏好的毒。这歌词写得多好啊！从你第一次背叛自己的感情而被他征服的那一天起，就决定了你接下来所有的路，就决定了你在他们心目中的位置是一文不值。因为在你的天平当中，你很容易被浪漫所击倒，而丧失了自己对爱情的忠诚。你恰恰忘了爱情的唯一的不可替代性。所以我对你的忠告是，不要拜倒在鲜花和浪漫之下。爱情最珍贵的是忠诚。走错了路还可以回头，但是不要一次又一次的被他人所征服。其实你也不快乐。我就在想，像你这样的小伙子年纪大了怎么办？谁还陪着你慢慢玩？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可怜。所以啊，我对你也没什么好说的，我送你一句话：人呢，最怕的是熟悉之后的陌生，信任之后的利用，认真之后的痛苦和温柔之后的冷漠。要爱就真爱，要离就彻底。若即若离，人品有问题。就这样。道德层面的问题说了很多了啊，回归到生活本质吧。大概有很多人是需要经历才能够明白生活道理的，你就把它当成一段经历，也别那么痛苦，看清楚，止损，快跑。勇于面对嘛，别遮遮掩掩啦，合就好好的对，分就说清楚，有点勇气，行吗？别遮遮掩掩，今天把话说开，至少我们留一份诚实，在这段你是叫激情还是叫爱里，总得留点美好的东西，不能留的都是虚幻的浪漫和所谓狂欢之后的泪水吧。两位，下面的时间属于你们自己，一起进入黄金60秒。我觉得来了最大的目的就是要说清楚某些事情，澄清某些东西。我绝不是一个
在道德层面上出现任何问题的年轻人。OK， 再次谢谢各位老师的良言，也谢谢各位。好，我没有什么想说。我能不能再说一句话？可以啊。这个男生，你刚才你说了，你没有走失这个道德这个偏边，但是我问你一句话，你在歌舞厅里和你的女同事搂抱接吻，这也是道德吗？你没有女朋友，你可以；你有了你的女朋友了，你费这么大劲追到你这个女朋友了，你还背着你的女朋友跟别人接吻，你还认为你这是道德？你应该说你酒后失德，你还不承认。22节4，人生还很长，做好一个自己，守好自己。你到底是一个什么人？我相信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切面。老师们针对你的做的一些事情做了一些评判，希望你真的想一想是不是，好不好？来，请交换一下箱子。谢谢两位，请回。请关门。我相信门背后已经有结果了，这个结局是什么？我猜是大家期待和期望的。5、4、3、2、1，5、4、3、2、1，请开门。